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讲的故事有点特别，是关于一个成都姑娘远嫁台湾的真实经历。这故事让我感触很深，也让我看到了不同地区人情温度的差异。坐好了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吧。小雨是个地道的成都姑娘，生在城郊一个普通家庭。爸爸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，妈妈在附近菜市场卖菜补贴家用。家里条件不算好，但父母对她的爱从不吝啬，尤其是在教育方面。女儿，你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，这是爸爸常挂在嘴边的话。小雨从小就明白，知识和婚姻可能是她改变命运的两条路。小雨天资聪颖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，供她上完高中已经是父母咬牙坚持的结果。大学梦对她来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。高考那年，她拼尽全力，成绩还算不错，但距离名校依然有段距离。加上家里经济压力，她最终选择了一所学费较低的专科学校，学习旅游管理专业。哎呀，真是可惜了。邻居阿姨叹气道，这么聪明的娃娃，要是家里条件好点，肯定能上好大学。小雨不服输，她告诉自己，命运虽然不公，但人生路还长，总会有转机。专科毕业后，小雨在成都一家旅行社找到工作，负责接待台湾旅行团。就是在这份工作中，她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阿明。阿明是台北人，在台湾经营着一家小型电子公司，常来大陆出差和旅游。他比小雨大7岁，性格温和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与成都大老爷们的豪爽截然不同。第一次接待阿明所在的旅行团时，小雨就被他的儒雅气质所吸引，而阿明也被这个机灵能干又带着几分倔强的成都姑娘打动。你们成都女生都像你这样厉害吗？阿明笑着问。那当然啦，成都女生个个都是宝，会挣钱会花钱，关键还会持家，小雨自豪地回答。旅行结束后，阿明主动要了小雨的联系方式。起初小雨有些犹豫，毕竟两岸距离那么远，文化也有差异，但阿明的真诚打动了他。两人开始了频繁的网络聊天。阿明几乎每月都会抽时间来成都，有时是出差，有时纯粹是为了见小雨。慢慢的，小雨被阿明的体贴和诚意所感动。你有没有想过来台湾发展？一次约会时，阿明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小雨愣了一下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远嫁台湾意味着要离开父母，离开熟悉的环境，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但同时，这或许也是他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我需要考虑一下，小雨诚实地回答，毕竟这是人生大事。回家后，小雨把这事告诉了父母，爸妈起初很震惊，随后是担忧。台湾那么远，你去了那边，我们想见你一面都难啊，妈妈红着眼眶说。但是娃儿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生活，爸爸妈妈会支持你。爸爸拍拍小雨的肩膀，只要那个男娃对你好，你过得幸福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为了让父母放心，小雨邀请阿明来家里做客。阿明带来了台湾的特产，还特意学了几句四川话，努力融入这个家庭。他的真诚和礼貌让小雨的父母渐渐放下了戒心。小伙子不错，有教养，看得出来是真心对我们家小雨好。饭后，爸爸悄悄对小雨说。经过几个月的相处和深思熟虑，小雨决定接受阿明的求婚。婚礼定在了春天，先在成都举行中式婚礼，让亲友见证他们的幸福，随后两人将飞往台北定居。婚礼那天，小雨穿着红色旗袍，美得让所有人惊艳。阿明一身笔挺西装，眼中满是对新娘的爱意。我好紧张啊。小雨在化妆间对闺蜜说，我做的决定对吗？去台湾生活，我能适应吗？傻瓜，看得出来阿明是真心爱你的。再说了，台湾也说中文，适应起来没那么难。闺蜜安慰她，最重要的是你跟着自己的心走，不要留遗憾。婚礼上，爸爸哽咽着说，从今以后，小雨就是你的妻子了，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她。我们虽然条件不好，但把最好的宝贝交给你了。阿明郑重承诺，叔叔阿姨放心，我一定会用一生去爱护小雨，让她在台湾也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婚后，小雨随阿明来到了台北。初到台北，一切都让她感到新奇，又有些不适应。台北的街道整洁有序，
人们说话轻声细语，饮食口味也与成都的麻辣鲜香大不相同。台北的人好有礼貌哦，过马路都不闯红灯。小雨惊讶地发现。是啊，这里的交通秩序还不错。阿明笑着解释，慢慢你会习惯的。阿明的家人对小雨也很友善。公公婆婆虽然一开始有些担心儿子娶了大陆姑娘，但见到小雨的勤快和善良后，很快就接纳了这个新媳妇。小雨，你煮的菜真好吃，比外面餐厅的还正宗。婆婆尝了小雨做的麻婆豆腐后赞不绝口。妈，我还会做很多成都菜呢，以后慢慢都做给您尝尝。小雨高兴地说。虽然渐渐适应了台北的生活，但小雨心里还是有些孤独。为了排解思乡之情，也为了充实自己，她决定继续深造，报名了一所大学的旅游管理本科课程。你真的打算继续读书啊？阿明有些惊讶。当然啦，难得有这个机会，我一定要把握住。小雨坚定地说，我不想只做家庭主妇，我也想有自己的事业。阿明欣赏妻子的进取心，全力支持他的决定。就这样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回家做饭，小雨的生活忙碌而充实。半年后，小雨已经能用流利的台湾腔和同学交流，也交了几个好朋友。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，时不时会给爸妈打电话，分享在台湾的新生活。爸妈，我在这边过得很好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小雨总是这样安慰父母。只要你过得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爸妈虽然想念女儿，但听到她过得幸福，也就欣慰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班上同学聚餐，大家决定去尝尝有名的海鲜餐厅。对于从内陆城市来的小雨来说，海鲜一直是不太熟悉的美食。听说这家店的清蒸石斑鱼特别有名，一定要尝尝。同学小林兴奋地推荐道。石斑鱼是什么鱼啊？小雨有些不好意思地问。我们成都人平时吃鱼比较少，对海鱼不太了解。啊，我忘记你是内地来的了。小林解释道，石斑鱼是一种肉质特别鲜美的海鱼，但它有很多细刺，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几个同学一起点了招牌清蒸石斑鱼、炒三鲜、姜葱蒸蟹等几道海鲜。菜上桌后，小雨被那条色泽诱人的石斑鱼吸引了。哇，看起来真不错。我要尝尝台湾的海鲜到底有多好吃。小雨夹了一块鱼肉放入口中，细细品味。真的好鲜啊，完全不一样的口感。小雨惊讶于这种从未体验过的鲜味，忍不住又夹了一块。就在他津津有味地吃着第二块鱼肉时，突然感觉喉咙一阵刺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了那里。起初他以为只是错觉，试着咽了咽口水，却发现疼痛感更强烈了。哈哈，小雨轻咳了几声，想把那个异物咳出来，但没有成功。小雨，你怎么了？坐在旁边的同学注意到他脸色不对，关切地问道。哈哈，好像被鱼刺卡住了。小雨艰难地说，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。啊，那可不得了。同学立刻紧张起来，鱼刺卡喉咙可是很危险的。小雨的脸因为疼痛和紧张变得煞白，冷汗直冒。他想起小时候听说过有人因为鱼刺卡喉咙而引发严重感染的故事，一时间更加慌乱了。大家别慌，我去叫服务员。小林立刻起身去找餐厅工作人员。很快，餐厅经理和几位服务员赶了过来。经理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见状立即询问情况。这位小姐，你感觉鱼刺卡在哪个位置？能吞咽吗？经理冷静地问道。小雨指了指自己的喉咙，摇摇头表示吞咽很困难。先别着急，我们先试试简单的方法。经理转头对服务员说，快去拿些醋和饭团来。服务员很快端来了一小碗醋和一个紧急做好的饭团。试着喝一点醋，慢慢咽下去，醋可以软化鱼刺。经理耐心地指导，如果不行，再吃几口饭团，有时候米饭能带着鱼刺下去。小雨按照指示喝了些醋，感觉喉咙里的异物稍微松动了一点，但还是卡在那里。他又试着吃了几口饭团，但效果不明显，反而因为吞咽困难而更加难受。不行的话，我们得送你去医院了。经理决定道，喉咙的位置很敏感，耽误不得。这时，餐厅里一位正在用餐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。我是护士，让我看看吧。她主动提出帮忙。这位女士仔细询问了小雨的症状，
然后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个小手电筒，示意小雨张开嘴。我看到了，是一根细小的鱼刺卡在扁桃体附近。他放下手电筒，转向经理，需要专业医生处理，最好马上送医院。我这就叫救护车。经理立即掏出手机。不用救护车吧？这么小的事。小雨断断续续地说，觉得大家反应太过激烈，自己只是卡了个鱼刺而已。在成都，他见过家人朋友被鱼刺卡住，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想办法处理，很少有人为这种事情去医院。鱼刺卡喉咙不是小事。那位护士严肃地说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可能引发感染，甚至危及生命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这时，小雨的同学们也都表示要陪他去医院。经理说道，救护车可能要等一会儿，我送你们去吧，我的车就停在外面。小雨被大家的反应弄得有些懵，但喉咙的疼痛确实让他很不舒服，只好点头同意。经理立即安排人处理了餐费，并嘱咐其他服务员照顾好店里的客人。然后他和小雨的同学一起搀扶着小雨上了车。我们去长庚医院，那里的耳鼻喉科很好。经理一边启动车子一边说，麻烦您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小雨虚弱的道谢，别这么说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经理真诚地回答，你是我们的客人，照顾好你是我们的责任。车子飞快地驶向医院，一路上同学小林一直握着小雨的手，安慰她不要害怕。另一位同学则打电话通知了阿明，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他直接去医院。阿明知道了吗？小雨担忧地问。已经通知了，他说马上赶过去。同学回答，他听起来很着急，让你别担心。到达医院后，经理亲自到急诊室前台报告情况，很快就有医护人员过来接诊。了解情况后，医生立即安排小雨进入诊室，别怕，我们来处理。医生安慰道，声音温和而有力。在诊室里，医生使用专业工具，很快就找到了那根卡在小雨喉咙里的鱼刺。找到了，是一根很细的鱼刺。现在我要用镊子取出来，你尽量放松，不要紧张。医生指导小雨，小雨按照医生的指示深呼吸，尽量放松喉咙。医生手法娴熟地操作着工具，仅仅几分钟就成功取出了那根细小的鱼刺。好了，已经取出来了。医生松了口气，向小雨展示那根细如发丝的鱼刺，这么小的东西，却能造成这么大的麻烦。谢谢医生。小雨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喉咙虽然还有些疼，但那种异物感已经消失了。我会给你开一些消炎药，回去按时服用。这几天尽量吃些流质或软食，避免刺激喉咙。医生详细交代注意事项，还叮嘱道，如果有任何不适，立即回来复诊。正当医生开药时，阿明匆匆赶到，看到小雨安然无恙，他紧绷的脸终于放松下来。小雨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阿明紧握着妻子的手，关切地问道。我没事了，已经取出来了。小雨安慰丈夫，大家反应太快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害怕，鱼刺就被取出来了。从医院出来，小雨才发现餐厅经理和同学们都在外面等候。看到小雨出来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谢谢您，真的太感谢了。阿明向餐厅经理深深鞠躬，如果不是您及时送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经理摆摆手，这位小姐是我们的客人，照顾好她是我们的责任。他转向小雨，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您。小雨感动地说，那就好。经理笑了笑，今天的事真是不好意思，改天你们再来，我一定好好招待。说完，他递给阿明一张名片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联系我。目送经理离开，小雨的眼眶湿润了。这里的人真的好热心啊！他感叹道，在成都，如果卡了鱼刺，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就是自己想办法，或者去药店买点药，很少会有这么多人关心。台湾人一直都很热心的。小林骄傲地说，特别是遇到紧急情况，大家都会主动帮忙。回家的路上，小雨一直在回想今天的经历。一件小小的意外，却让他感受到了台湾社会的温暖，餐厅经理的责任心，陌生护士的主动帮助，医生的专业和耐心，还有同学们的关心，这一切都让他深受感动。以前总听说台湾社会很温暖，今天真的亲身体会到了。小雨靠在阿明肩膀上，动情地说，
是啊，台湾人民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。阿明笑着说，不过你以后吃鱼要小心点，尤其是不熟悉的海鱼，多长个心眼。我会的。话说回来，如果不是这次意外，我也体会不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。小雨若有所思。到家后，阿明细心地为小雨准备了温热的蜂蜜水，帮助缓解喉咙的不适。公公婆婆听说了事情经过，也特意熬了一锅清淡的粥给小雨。媳妇，以后吃东西要慢一点，尤其是鱼类。婆婆关切地说，我们台湾的海鱼刺多，不像你们成都的淡水鱼那么好处理。我知道了，妈，谢谢您的关心。小雨感动地接过婆婆端来的粥。晚上躺在床上，小雨拿出手机给父母发了视频通话请求。很快，父母的脸出现在屏幕上。爸妈，今天我有个小意外，不过已经没事了。小雨简单地讲述了被鱼刺卡喉咙的经历，特别强调了台湾人的热心帮助。哎呀，吓死我们了！妈妈担忧地说，你没事就好，以后吃东西要当心点。是啊，幸好台湾的朋友们反应快，处理得及时。爸爸也松了口气，看来台湾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意识都不错。这里的人真的很热心，很有爱心。小雨点点头，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里了。那就好，只要你过得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妈妈慈爱地说。结束通话后，小雨躺在床上回想这一天的经历，从早上的课程到下午的聚餐，再到意外被鱼刺卡住，最后是大家的齐心帮助。这一切就像一场小小的冒险，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了台湾社会。原来幸福就是这么简单，一个温暖的社会，一群热心的人，一份被关怀的感动。小雨在心里默默感叹，这次意外之后，小雨对台湾的感情更加深厚了。他开始积极融入当地生活，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，而是真正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份子。人家都说远嫁是一场冒险，但现在我觉得这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小雨常常这样对阿明说。鱼刺事件后的第3天，餐厅经理打电话来询问小雨的恢复情况。得知他已经好转，经理热情地邀请他们夫妻再次光临，并表示要亲自下厨为他们准备无刺的鱼料理，真是太客气了。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小雨感动地说。别这么说，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，把客人当家人，经理笑着回答。周末，小雨和阿明如约来到餐厅，经理亲自接待，为他们安排了最好的位置，还特意准备了几道无刺的海鲜料理。这是我们特制的无刺鱼排，用台湾特有的石斑鱼制作，去除了所有鱼刺，口感细嫩，风味绝佳。经理介绍道。小雨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，惊讶地发现这鱼肉确实没有任何刺，而且鲜美异常。哇，太好吃了，完全感受不到有刺的存在，小雨由衷赞叹。这是我们厨师的绝活，专门为像你这样的客人准备的。经理骄傲地说，我们希望每位客人都能安心享用美食，不必担心安全问题。饭后，经理拒绝了他们付款的尝试，坚持这顿饭是餐厅的心意。小雨感动得眼眶湿润，这种热情和关怀让他感受到了台湾人的诚意和温暖。回家路上，小雨若有所思地对阿明说，我想开个播客，记录我在台湾的生活和感受，特别是像这样暖心的故事。好主意，阿明鼓励道。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连接两岸的文化，让更多人了解台湾的美好，也让台湾人了解成都的魅力。就这样，小雨开始了他的播客写作。他用生动的文字记录下自己在台湾的点滴经历，从初到台北的陌生与不适应，到慢慢融入当地生活的喜悦，从对台湾美食的探索到对当地风俗习惯的了解，从与公婆相处的小故事到和同学朋友建立深厚友谊的过程。其中鱼刺事件是他播客中最受欢迎的一篇文章，许多读者被台湾人的热心肠感动，纷纷留言表示希望有机会也能到台湾感受这种温暖。你的文章写得真好，让我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，一位大陆读者评论道。作为台湾人，看到你对我们的赞美，我感到非常骄傲。另一位台湾读者留言说，欢迎更多大陆朋友来台湾，感受我们的热情。小雨的播客渐渐有了一定的影响力，甚至吸引了一些媒体的关注。一家台湾杂志社找到他，希望能定期刊登他的文章，向读者展示一个大陆女孩眼中的台湾生活。
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你应该好好把握。阿明支持妻子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我会的，我想通过我的文字搭建起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。小雨信心满满地说，第一篇杂志文章发表后反响热烈。编辑打电话告诉小雨，很多读者喜欢他真实温暖的叙事风格，希望能看到更多他的作品。就这样，小雨在台湾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她不再只是阿明的妻子，还是一名出色的文字工作者，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两岸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学业方面，小雨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她的勤奋和聪明才智赢得了老师的赞赏，毕业论文还获得了系里的优秀奖。恭喜你，小雨！指导教授在毕业典礼上对他说，你的论文两岸旅游文化比较研究，视角独特，内容丰富，是难得的佳作。谢谢教授的指导，我只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出来而已。小雨谦虚地回答。毕业后，小雨找到了一份在旅行社的工作，负责接待大陆来台旅游的团队。他的经历和背景让他在这个岗位上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太好了！这不是刚好派上用场吗？小雨兴奋地告诉阿明这个好消息，我可以用自己的经验，帮助更多大陆游客了解真实的台湾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。阿明为妻子感到骄傲。在工作中，小雨特别注重向大陆游客介绍台湾的人文风情和社会温暖。每次带团，他都会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包括那次鱼刺意外中感受到的关怀。台湾不仅有美丽的风景和美食，更有热情好客的人民。小雨常这样对游客说，希望大家能在这里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。游客们都喜欢这个来自成都的导游，他的故事让他们对台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也打破了一些刻板印象。没想到台湾这么美好，人们这么热情。一位大陆游客在行程结束时感叹道，听了你的故事，我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。时间流逝，小雨在台湾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。他和阿明的感情也愈发深厚，两人共同经营着幸福的小家庭。3年后，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，一个可爱的女儿。我们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抱着刚出生的宝宝，小雨柔声问道。不如叫乔乔吧，寓意它是连接两岸的桥梁。阿明提议道，乔乔多美的名字。小雨眼含泪水，希望他能拥有两地的美好，成为真正的两岸和平使者。女儿的出生让小雨的家庭更加完整。公公婆婆对孙女疼爱有加，经常帮忙照顾，让小雨能兼顾工作和育儿。妈，您对我太好了。小雨感激地对婆婆说，如果没有您的帮助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傻孩子，我们是一家人啊。婆婆慈爱地拍拍她的手，再说了，帮你照顾乔乔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小雨定期带女儿回成都探望外公外婆，每次回去，她都会给父母带满满一箱台湾特产，向他们讲述在台湾的新生活。女儿，你现在过得真好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。妈妈欣慰地说，当初担心你远嫁台湾会受委屈，现在看来是我们多虑了。是啊，台湾真的是个好地方，人们友善，社会温暖，我在那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小雨由衷地说，大家好，我是丽姐。讲完了小雨的故事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？其实在我多年的红娘生涯中，见过很多类似的案例。爱情可以跨越地域文化的差异，最重要的是彼此尊重、理解和包容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